大家好，今天要讲一个真实案例。一位60岁的阿姨因为手机里存了那5张照片，结果被骗子一步步掏空账户。晚发现一天几十万积蓄几乎全没了。她原本以为自己有密码，有 Line， 都很小心，可是只要一个不起眼的习惯，就让骗子拿到了万能钥匙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发生在你我身边的现实。如果你手边有父母、阿公、阿嬷，甚至自己平时习惯用手机存证件、记录密码，请一定看完这支影片。尤其是手机里不能留的那5张照片，删得慢一天，可能就是血本无归。阿莲阿姨是高雄人，退休后喜欢到处走走，旅游照片拍了很多。她有个方便的习惯，为了办事情不用带一堆证件，把国民身份证、健保卡、户籍誊本、银行卡，甚至家人资料都拍照存在相册里。常常要用密码，她又把各类账户、信用卡、保险箱等密码写在手机备忘录里。她心想，要办事翻一翻就好，省得带一大堆本子出门。某一天，她接到一通银行客服的来电，对方说她的账户出现异常转账，要先核对身份，确认安全。阿莲听着那头配合度极高的客服声音，对方说出她的名字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后几码，连她常用的地址都说得清清楚楚。随后，骗子让他找出手机里的身份证照片、银行卡照片核对，又要求打开 Line Pay 接口支付输入拿到的验证码，说是解除风控，验证资金安全。他照做了1次、2次、3次，他以为是在配合银行保障安全，直到他发现自己的存款变成0时，整个人才懵了。事后警方调查发现，骗子早已通过某条零星的链接或被入侵的聊天记录，通过某种方式取得了他手机的部分控制权，翻到了相册中的证件照和备忘录中的密码。凭着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把持住基础信息后，再通过社群账号或支付工具的忘记密码流程、短信验证码、一些社交工程技巧，逐步绕过他的安全防线，把资金一笔一笔转走。他晚发现问题的时间，正好让骗子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清空了大部分积蓄。这就是晚删一天，血本无归的真实写照。阿莲的经历不是个案，很多长辈出于方便，把最敏感的证件、密码、家庭资料无意识地存进手机，甚至在 LINE 聊天群组里随手传来传去，却不知道那是一把递给骗子的刀。接下来，我们逐项拆解哪5类照片或资料，千万不能随便放在手机里。如果还在，先暂停影片，跟着我们一步步处理。那5张危险照片与信息或资料，为什么不能存在手机？1. 国民身份证、户籍誊本、护照等官方证件照片，骗子的万能钥匙。很多人办认证、申请某些服务时，习惯先拍下证件，保留底稿备用。问题是，一旦这些照片被人拿到，就是完整的身份信息，身份证号、姓名、地址、出生日期这些，组合起来可以用于冒名开设账户、申请贷款、重置支付密码，仿冒身份进行金融操作。在台湾也曾有案例，某位市民因为手机遗失，里面有国民身份证和银行资料照片，后续不法分子通过忘记密码流程，提供足够信息，冒充本人重设金融服务登录，直接动用账号。类似的冒名申请、假借身份的事情起源，就是这些原本存在手机里的证件图。小建议，避免拍照留存，能不用拍就不用拍。办事时现场出示原件或用官方识别通道。
如果必须上传，例如某平台需上传证件做一次性验证，上传后马上删除相片，并清空最近删除或回收桶。复印件标注用途：若要留抵纸本复印件，用黑笔写上仅限办理承用，并注明日期，降低2次被利用风险，避免同步备份。很多云相册，例如系统自动同步，会备份，上传后要确保连云端也删干净。2、银行卡、信用卡、存折照片。正反面等于把银行资料直接交给别人。有些长辈为了记卡号，到时方便付款，把银行卡正反面拍下来，存在相册。卡号、有效期，甚至 CVV。若拍到背面都暴露后，骗子可以组合其他信息进行假冒交易，或者通过社群暗示骗你输入一次性验证码完成转账，再加上忘记支付密码的机制。有些平台只要提供部分信息，比如卡号加验证短信，就能重设密码。如果卡片资料与接收短信的电话号码、邮箱有关，连损失很快。小建议：不要拍照保存，需要记下卡号就用手写在只有自己能看到的本子里，并锁起来。分散资金，平常消费用的小额卡、小额账户不要跟大额储蓄放在一起，即使被拿到，损失有限。设置限额，打开银行 App， 设置单日每单次金额上限，以及海外交易限制。启用通知，开启银行 Push 通知，简讯与 Line 绑定的提醒，凡有交易立刻知道，第一时间行动。3、户籍资料、健保卡、家庭成员证件，例如配偶、孩子出生证明，牵扯整张家族的安全。户籍誊本和健保卡在台湾可以显示一个家庭的成员关系、住址、身份证号等信息，这些信息被不法者拼凑起来，可以用作假冒家属、申请贷款、冒名行骗，甚至伪造假文件进行更大规模欺诈。更常见的是，在办理买房、保险、学籍、照护手续时，习惯把这些家庭文件拍下来传给对方。有些人放在 LINE 聊天里，久而久之存档，若账号被入侵，这些敏感图一并落入骗子手中。小建议：避免长久保存，需要传送时随传随删，传完之后从聊天里彻底删除，非仅看不到，不要留在聊天室历史。模糊处理必须提供截图的情况下，用马赛克遮住部分编号、姓名或只截取必要区域。不要随意给陌生人每非官方请求，即便对方自称某机构，也要反查身份，直接拨官方电话确认。不要在电话或 LINE 里随便传家族证件。4、私密照片、家庭合影，尤其带有标识的照片可能被用于勒索或深度伪造。很多人用手机记录家庭、亲情甚至夫妻间的亲密时刻。照片是情感的保存，但一旦落入不法之手，不仅是隐私曝光，更可能被用来敲诈勒索，用所谓曝光照片要挟，或者用 AI 换脸技术合成不雅影片美照片，再加上假冒亲人诈骗。另外，带孩子、老人照片配姓名、学校、住址等细节上传社群或公开分享时，也可能被不法分子猎取，用来制造信任、冒充亲属，甚至进行诱骗或绑架式社交工程。小建议：不拍私密照片，若有，一律用加密方式保存，例如本地加密相册、密码保护文件，不要直接存在系统相册。发布家庭照时谨慎，公开社群分享尽量遮蔽地标、校服、学校名称，完全避免公开老人没小孩详细资料。设定分享范围， LINE 或其他平台分享照片时，用分组、限时、朋友名单限定。
不要公开或开放给不熟悉的人。5、备忘录，笔记里明文写的密码、重要聊天内容，把整个门锁钥匙交出去。很多人为了记得快，把银行密码、保险箱密码、邮箱登录、常用服务密码写在手机备忘录里，再加上某些聊天记录里可能提到转账密码、验证码、账户信息，这些一旦被偷看，等于给骗子一套完整入侵流程。哪怕手机设了锁，但常见的简单解锁或一次忘记拔掉的登录，别人趁你不注意看一下屏幕，都能让这些原本隐藏的信息暴露。小建议，用密码管理工具，推荐使用审核过的密码管理 App， 可以协助生成复杂密码，统一管理，而不是明文写在普通笔记里。不在聊天里谈敏感内容，涉及账户、身份证号、密码、转账详情时，用语音替代文字，或用部分遮盖。例如，只说尾数1234的卡，聊天后及时删除那段记录。定期清理，每个月由子女、亲人一起帮忙检查一次手机，清掉长期隐藏的敏感内容。手机遗失或怀疑被盯上后的黄金1小时应变流程，知道哪些内容不能留。要是手机真的掉了，被人拿走，或怀疑刚刚接到可疑来电、信息，第一时间反应决定损失大小。台湾语境下的紧急操作建议如下：不要拖。1、立刻联系电信业者挂失手机号，让对方暂时停用该号，防止骗子透过简讯、一次性验证码继续用你的号码做验证。2、立即登录银行每支付工具，如 Line Pay、接口支付、冻结账户。不只是挂失提款卡，账户本身的支付权限、绑定状态也要冻结。若无法上网操作，打电话给银行客服，依官方程序处理。3、启用双重确认文字、邮件提醒的人协助查，提前设置过亲情账号、紧急联系人。很多银行支付系统有亲情监控管家模式，让可信任人第一时间协助。4、到派出所报失国民身份证、户籍誊本相关证件，申报遗失，防止冒用，并申请补发或注明异常。5、更改关键服务登录密码，用备用装置，用家里或亲人的电脑、备用手机快速换掉邮箱、重要金融服务、社群、购物平台的密码。6、确认是否有绑定的 Line、社群、云端备份被入侵，登出所有设备，换绑、验证、检查历史、登录记录。7、检查是否有资金异动，立刻查看近期流水，要是有异常，快速申请交易冻结，报告金融机构。重点提醒，许多人只记得去挂失提款卡，却忘了支付软件账号、Line Pay、接口支付等也可能直接扣款或被授权。多重挂失，彻底切断所有入口，才是防止二次被掏空。日常常见的容易自爆的行为，社群美生活里哪些内容不能随便晒？不仅是自己存手机，平时在 Line 群、朋友圈、家庭群、各种社群分享也要小心。下面这类内容容易被仿制、拼凑或直接利用。1、行程票券、车票、机票、住宿证明，上面有姓名、身份证号、二维码、订单号，很多二维码可以反向拆除个人信息。2、各类证件照、证明文件照片，包括身份证影本、户籍誊本、驾照、结婚证、保单等，别随便在群组分享给你看一下，截图发出去后很难控制扩散。3、银行卡号、截屏转账记录、验证码，透过截图或直接晒出我刚转给你的画面，可能被截图再利用。4、实时位置，含地理标记的照片，公开现在在家、今天去某地的照片。
如果配合家庭成员资料，很容易被用作社交工程诈骗，比如假冒派送、假冒亲友急需款项。5. 开箱视频、买东西晒货。完整包装照片往往露出姓名、地址、电话、外箱标签、购物习惯，可以被不法分子分析后发动针对性骗术。6. 老人小孩名字加照片，过度曝光可能被用来冒充家庭成员，编故事、骗钱或诱导见面。7. 他人隐私未经允许就公开，即便是好意分享，别人资料曝光也可能牵扯你自己。8. 未经证实的消息转发，在传播假讯息容易制造恐慌，也可能被诈骗者利用热点做钓鱼信息。小技巧：把 LINE 等通讯软件的通过电话号码加入、公开个人资料等权限调紧。发照片前先想，别人看到这照片能知道我哪些生活细节。不要用家庭群默认保存所有历史记录，可以定期清除或设定非永久保存。5. 防骗基本功，守好你的第一道防线。骗子不是靠运气，是靠你给出哪一块漏洞一步步走进去。下面这些日常习惯是每个家庭都能做，但很多人忽略的基础防线。1. 设置强密码，避免简单组合，1234568888888，生日连续数字，用字母加数字加符号混合，长度12以上更安全。每个服务不共用。2. 开启双重验证，所有支持的一定要开，比如金融服务、邮件、社群，除了密码还要有第二道动态码，破解难度大很多。3. 启用紧急联系人每亲情监督，让家人能在账户异常时第一时间介入。有些服务可设置亲情账号只监控不操作。4. 不点陌生链接，不扫来路不明二维码。很多一开始是疑似银行通知、快递异常，点进去的就是钓鱼页面或木马下载。5. 系统与应用保持更新，手机系统、LINE、支付工具等更新有安全补丁，拖太久容易被早已知的漏洞利用。6. 慎用公共 WiFi， 免费 WiFi 很常被架设成中间人，除非确认安全或用自己的流量，可信 VPN， 否则不要做金融操作。7. 防范 AI 诈骗、变身、换脸，不要只靠一通看起来像家人的电话就汇款，预设家庭防骗暗号，真正有急事时，对方知道特殊词句。视频通话观察细节， AI 捏造画面常在背景，眼神、眨眼频率出错。6. 家人一起做，把安全变成习惯。很多长辈不是不愿意防骗，而是没人手把手教。年轻人可以这样帮：定期，例如每季陪父母检查手机，把敏感照片每记录找出来处理；设小额日常账户，常用的花费和储蓄分开，风险隔离；一起看最新骗术案例，定期挑选本地警方或防骗单位的案例分享，提醒新骗法；配置紧急协助链，一旦发现异常，谁第一时间接，操作流程写下来贴在纸上。7. 台湾语境下的特别提醒，贴近本地常见骗法。1. 不要轻信假冒司法机关、金融监管的指示，例如接到自称警察、检察官，要求到 ATM 操作、转账、输入账号密码，100%是诈骗。台湾警方不会通过电话或 LINE 要你操作 ATM。2. 假投资拉因群，拉人买虚拟商品。最近常见有人拉进 LINE 群讲保本高报酬，只要先投入点数，虚拟货币马上回本。很多人一头栽进去后发现出不了金。3. 官方单位只用固定管道联系，
法院、税务、健保等如果有通知，不会突然用 LINE 要你汇款。收到疑似通知时，直接拨官方公布号码核实，不要回复原来那条消息。4. 善用官方资源，警政署、金融机构会有防骗宣传资料，最新诈骗警示，可以登录官方政务网站或附近派出所索取。一家人一起做防骗小课堂。手机是我们最亲近的工具，但也是最容易泄露秘密的窗口。把身份证、银行卡、户籍誊本、私密照片、密码这些刀子放在看似安全的手机里，不动一根指头，却把保护自己财富和尊严的防线拆掉。阿莲阿姨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一时省事的方便可能换来数十万甚至更大的损失。如果你身边有父母、长辈，甚至自己手机里还留着这些东西，今天就动手检查、删除、强化防护。请把这支影片转给家里人，尤其是不会自己操作手机的那一代。多一点沟通与陪伴，多一个防骗习惯，才能让科技真正为生活保驾护航，而不是成为骗子的工具。如果看完还不确定某张照片、某个操作是不是安全，可以在家里一起帮忙看，或者联系当地警政单位求助。保护隐私就是守护财富与尊严。现在就打开父母的手机，一起做5分钟安全检查，删掉那5类照片，开双重验证，设紧急联系人，别等一通电话变成一场灾难。